我们現在在山西大同，這麼近，那麼美。週末，對，近嘛，山西是近嘛。但它確實也不遠。這麼近，那麼美。去完歐洲，回進北。如果說現代文明是代表着精緻洋氣，那這裡或許是中國最土的城市。聲名在外的刀削麵，高懸於山崖的寺廟，精巧宏大的木構，鮮活的栩栩如生的神符，都在黑神話悟空的爆火之中，重新讓人想起中華文明的美譽深厚。但僅僅是在數年前，多數人對大同的印象還停留在煤老板、老陳醋、刀削麵和賈樟柯的標籤裡。這座位於三省交界，扼守着雁門關的北魏都城遼金重鎮，究竟經歷了什麼？那些標籤是真的嗎？真實的煤礦礦洞是什麼樣的？所以這一次我們就準備和全新的奔馳純電 CLA 冠軍限量版一起來到山西啊，準備進行一場精神療癒之旅。理髮山西，理髮山西。大同源自《禮記》中天下大同的古老理想。這裡古稱平城雲州，位於晉冀蒙三省交界，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有北方所悅之稱。但當歷史的煙雲散去，刀光劍影都化作了廚房裡的煙火氣。山西作為中國麵食之鄉啊，光麵食的種類就1800多種，我們2天肯定是吃不完的。所以在這兒呢，可以選幾種能夠代表大同的，比如說這個刀削麵。大同作為刀削麵中的耶路撒冷啊，3不1小館，5不1老店。每一家能在這兒存活下來的店，不能說正宗，只能說好吃。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療程從食療開始。為什麼要到這個店吃？我看好多人。盜月社同款，你看很多本地人在。來給他。你不要把它咬斷哦，一口給它嗦完。為什麼？因為我要吃。全部，哎呀！那牙是用來幹嘛的呢？你別咬斷啊！它拉絲了。真惡心，很好吃，朋友們。去吃黃粱米糕吧，黃米。那個你要吃嗎？冷不丁邦邦給你2拳，就問你邦邦不邦邦？夠了！這個刀削麵真的太好吃，大家來一定要試試。它就是光素麵，它可是湯底特別香。像這種刀削麵，在大同人心裡是最不頂飽的啊。在這邊有一句話叫30里的油麵，40里的膏，20米的麵條餓斷腰。比如說這東西只能吃完了，只能走20里路。最牛的還是這個40里的膏，古代版的士力架。文明和古物同時在這裡茁壯成長，麵與膏，麥與黍，農耕與游牧文明就如此不分你我的融合在大同的味蕾之上。比如黃米糕，它的本體是從《詩經》中的彼黍離離，筆記之苗走出來的古老作物。餓貨，這就是壓縮餅，壓縮餅乾，這就是壓縮餅乾。這一碗士力架4塊錢，厚厚實實的這個刀削麵啊，一碗的價格是13塊錢。單獨這塊紅燒肉的價格是10塊錢，然後長長的尖椒是3塊錢，所以我這一頓是26塊錢。這碗羊雜粉的價格是10塊錢。這裡就是大同的美食和物價了，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你來，哎，可以啊，一個作為一個南方人吃得慣這個很重要。我很喜歡吃刀削麵的。你好，奔馳。在呢。大同人為什麼那麼愛吃麵食啊？大同地處黃土高原，氣候乾燥，寒冷且多風沙，這種環境下種植小麥等雜糧比較適宜，而且麵食易儲存，好消化，能快速補充能量。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重樣的碳水暈所有人。這就是為什麼大同人愛午睡，你知道嗎？整個大同的平均工資並不高，但是呢，他們會在招聘信息裡面說，中午可以午睡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在大同的學校，如果說學生下午到學校的話，要讓家長簽那個午睡條，就是確認孩子在家裡睡過覺了才能來上學。真的假的？如果有大同的同學們可以打在彈幕上，真的嗎？被人們笑稱啊，佛祖來了也要暈碳的山西麵食宇宙好如煙海。在大同熱氣騰騰的早餐裡，從一碗麵、一塊糕、一口羊雜粉開始，就展現了山西無限豐富的內涵。吃飽睡足，
充電10分鐘，續航300多公里。那第二個療程就帶着點私心了，遊戲療法。都說地上文明看山西啊，別人我不知道，遊戲科學應該是聽進去了。黑神話悟空36個取景地，有27個都在山西。所以雖然說我們有點遲到啊，早就過了熱度，但來都來了，不跟着天命人的腳步打卡一下就太虧了。衡山悬空寺景區恭迎天命人。郎中老師是這個黑悟空遊戲的重度愛好者，今天他說他一定要 cos 這個遊戲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當當當。因為來這兒 cos 黑悟空拿個金箍棒的太多了，所以咱們就是另闢蹊徑。黑悟空確實是啊，我最近這麼多年玩過的唯一一個通關的3A 大作。所以遊戲療法的第一站啊，就是悬空寺。好，但是我都得把這個摘了，因為上面人太多了。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衝突幾乎貫穿了整部中國古代史。迥然不同的2種文明，在2000多年的血與淚的短兵相接中，不可避免地成為彼此最熟悉的對手與朋友。北魏就是那個關鍵的紐結。自從定都平城，也就是大同的那一天，文明在這裡開始交融。悬空寺就是絕佳的例證。看這個壯觀2個字，是李白題的啊，這是他寫的，他能寫這麼大的字？不是，他不是寫在石頭上，他寫在紙上，然後但是大家刻上了，复刻上。然后你看那个壮觀的壯字，它多一點，看啊，就是說李白當年喜歡杜甫啊，加了個點多的，很像杜甫的肚子。沒有，你說。他說不是寫錯了，就是因為來到這兒心情太澎湃了，寫完這個壯字覺得還不夠壯，然後他就多加了一點。那壯就變成了1點壯了。還沒走到寺廟入口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很眼熟的東西。復活點嗎？對，很多為了黑神話來的天命人，其實都錯過了這裡。哇，朋友們，玩過黑悟空的 DNA 洞了吧？這就是那個黑風林的土地廟了，我們的復活點。哎，對。出生了。登臨會發現，其實寺廟的規模並不算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普通寺廟該有的規制它都有。我覺得懸空寺這個地方挺值得來的，大家一定要趕早上的第一波啊，因為這塊的話是上午才着光，下午就沒有光了。因為是建在崖壁上的寺廟，所以它非常的狹窄，只能是一個人通過。那不排隊的話，大概10分鐘就能繞一圈。它這個圍欄特別的矮，所以只有在經過它的時候可以扶下，然後這個塊都是懸空的，就很嚇人。哇塞！另外啊，古建的地方真的不要在這兒抽煙，啊，苗兒給氣死了。我剛剛在上面的時候，我其實挺不開心的。我到最後，我看到有個叔叔在上面抽煙。懸空寺就是這樣了。如果你沒有搶到這個登臨票的話，只到我們這個位置入園的價格是15塊錢，然後登臨票的話是100塊錢。所以懸空寺你來不來？哎，我不來。啊？為什麼給了這個？是我覺得後面的更值得去。走吧。把我架着。那我們這2天要去的地方，其實都在一句詩裡了。一城一窟名天下，一山一寺成詩畫。這一寺指的是懸空寺，一城是大同，一窟就是雲岡石窟。在古建巡禮和黑悟空之前，雲岡石窟早已經是讓大同響徹世界的文化原點。你好，奔馳，我來了。我想問一下，這個黑神話悟空在雲岡石窟取景的是哪一個窟啊？黑神話悟空黃風靈虎先鋒那塊石壁上的壁畫取景自雲岡石窟第18、19窟。這是一部刻在山石之上的石獅，它是帝王的雄心，弘法者的雄心，但也是無數無名工匠和供養人的小小私心。神佛的容顏背後，竟是1600年來人的悲歡、故事和溫度。我們沒有包場啊，在這可以給大家推薦一下我們的攻略。現在是早上8點11，但是這裡8點半才開門，為什麼呢？因為雲岡石窟人太多太火了，所以是這樣的，我們一會兒衝進去以後，好，一會兒衝進去以後，第一時間然後往裡，咱們就跑，往那個擺渡車那邊跑。走，然後坐那個擺渡車，然後追裡面，好吧，從裡面跑。你給我買的秋褲太大了，它一直在往下掉。雲岡石窟，看，沒有人。
目第一個，不用急。我們先坐着擺渡車到最裡面的20窟啊，然後從裡往外玩。那拍完空鏡，我們就可以安心的跟着講解，逆着建造時間，踏踏實實的走一圈。那雲岡石窟自北魏始建，现存窟龛252個，造像51000多尊，是中國石窟雕像數量最多的。主要的石窟有45座，與莫高窟的滿窟壁畫不同啊，雲岡石窟是依山造像。昨天咱们在悬空寺，然後我跟你說的有一個和尚被保下來了嘛，因為所有的僧人啊，一個是免徭役、免稅收，所以那他滅佛是直接把他們殺掉。當時殺了很多人，我靠！當時殺了非常多的，對，但有一個僧人被保護下來了。誰？當時那個和尚就叫譚耀。譚耀這個僧人其實就是從涼州內遷進來的，就是在北魏這邊統一了整個河西走廊以後，就是拓跋氏把他們內遷到了大同這個地方。相傳弘法開窟的譚耀本身是個胡人，所以最早開窟的佛像，你還是能看到不少異域的影子。應該譚耀5窟就是16、17、18、19。20就是代表我們北魏時期的5位皇帝，因為它整體的這個造像，你看頭頂肉髻，眉間白毫，這是那個點兒，它還有2撇八字胡。而漫山神佛在這裡見證了一夏之變，也見證了民族融合。到了唐朝以後，其實更偏我們中國人圓潤的面相，包括你看他鼻頭跟我們現在人鼻頭一樣。然後您再看一下他右手邊的大勢至菩薩造像。其實從北魏到唐就會有一個民族融合的。對。但當我們從大同回到北京以後，大同遇到了大降溫，佛身上的聖水就變成了。雲岡石窟近幾年就是黑神話悟空火了一把。19號窟是虎先鋒是吧？門拱上那兒有一個曲徑。朋友們，虎先鋒我打了太久了，你記不記得當時我打那只老虎，血潭裡的老虎？我覺得你打哪個都挺難的。當然，你還可以在這裡打通3界和佛祖擊掌。這邊的價格淡季是100塊錢，如果旺季的話是110。擺渡車的往返是15塊錢，然後我們剛剛那個講解是180塊錢，而且你可以10個人 share。所以雲岡石窟，你來不來？來不來？哦，我以為你真不來。不是，錯了，打到臉了，再來。沒事吧？疼死了，笑了。雲岡石窟，不知道有沒有朋友眼熟我們手裡的娃娃？佛曉辦作為大同本土出生的文創，被稱為大同人自己的拉布布。而借着這些古建和塑像，整個山西的文創產品可以說是一枝獨秀。佛曉辦的合夥人畢業於東京大學，而回到自己的家鄉後，他精準地看中了這些傳統文化中的商業價值。是因為大同號稱北方佛都嘛，佛物造像啊、雕塑啊、地上建築啊，這個元素就很多。然後我們覺得現在都是00後了，00後的大家對這個東西沒有說搞得那麼嚴肅，萌化、2次元，然後 Q 萌陪伴、情緒價值，這幾個東西都上來之後，我們覺得去做這樣的東西會比較有意思。而帶着這些可愛的佛祖們打卡這些靈感的原型地，也成了屬於年輕人自己的古建巡禮方式。然後像這個的話，這個如果去華嚴寺，我們買了，對。就這個我們買了合掌露齒菩薩，對，今天圓形的這個，看一下 ，pink。對，我們現在在華嚴寺啊，找一下它的原型。對，就是它，在這兒。看。對。啊，這裡就是打黃梅進去前的那個最後一個點。就那個豪哥很帥那個背影。8大遼構，大同就占了2個。除了華嚴寺，另一個就是緊挨着城牆的善化寺。之前那個《浪神小妖怪》裡邊的那個4大天王，原型就是這4個。表情包，看就是這個。華嚴寺和善化寺的門票都是40塊錢一個人，不知道你們來不來？記得在彈幕裡邊告訴我啊。篇幅限制啊，不展開介紹了，但個人認為這2個地方都是必來的地方。特別是善化寺，我們臨走前還依依不捨的沒有看夠。剛剛陽光完全灑在這些佛像上，巨美麗。站在吉祥天女前，也真的理解了她是怎麼震撼過梁林和營造學社的學員的。在梁林互通的信件中，有一封被稱作木塔情書中，也提到了她。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裡面，向着塑像瞠目結舌的情形，使我愉快的不願忘記那一剎那的人生稀有的由審美本能所觸發的銳感。恍若與你之初見。而這封信的最初是梁思成為了描述給因為懷有身孕未能一同到來應縣木塔測繪的林徽因，他被木塔所震撼，如同他當初望向吉祥天女一般，還是很感動的哈。你能想到
他會給他老婆寫情書啊，你給我寫啊。那個時候沒微信，你的關心點真的是莫名其妙。其實陸老師的情書都寫在了他的每一期的文案裡，我們由視頻表現給大家了啊。對。所以今天我們也用視頻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應縣木塔。這也是你打的那個黑悟空裡面的一個場景嗎？有這麼一個塔，但其實那一張後邊的那個塔是山西靈丘縣的覺山寺，是另一個塔，但跟它很像。这個很高哎，很高，它有20層樓那麼高。我好像在網上看到過它。是世界3大塔之一嘛？其他2個塔什麼塔？埃菲爾鐵塔，比薩斜塔，應縣木塔。我雖然還沒有見過比薩斜塔，但是巴黎鐵塔跟它真的，但它跟比薩斜塔現在有一個很像的地方，高度。不是，它現在也是往東北傾斜了，看到了嗎？它現在也斜了。哦，真的哎。歷經近1000年的風霜，7次大地震和軍閥混戰時期的200餘發炮火，應縣木塔都始終巍然屹立。然而近100年間，它卻悄悄地傾斜了10度。這一切的轉折源於1934年的一場人為的改造。梁思成他是1933年來的，當時為了測繪這個塔，然後呢，34年的時候，這個塔的住持當時聽信了一個風水大師的一個讒言，我不知道這個風水大師是不是佛道雙修的，對，然後為了氣場，就是所謂的為了氣場更通暢，他把這裡邊的所有的夾泥牆和一根梁拆了。然後造成了一個不可逆的傷害。現在說實話，這麼多年了，咱們現在都已經2025年了，過去已經近100年了。我們現在多少專業的人都過來看過了，還是沒有辦法給出一個修復方案。現在每年這個塔還會往東北偏0.2厘米，很多時候能看早點過來看。梁思成對他的評價也是不到這兒不看到它，不知道木結構能到什麼樣的程度，因為你知道9層塔裡邊沒有一個鐵釘，沒有一個鐵釘，全是榫卯結構，全部都是榫卯。就是小時候爸爸媽媽帶你來這種地方看這些古建築，你是沒有感覺的。你長大之後再來看，哪看得懂呢？現在長大了再來看，真的覺得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特別是出國了以後，看了別人的建築以後，你回來以後，你才知道自己這東西好。是的，這真的是這樣的。確實，小時候沒有對比，沒有對比，真的。所以那個年代的留學生真的是，我不是說現在留學生不好，那個年代留學生真的能回來的，像梁林這樣，然後又，這真的是很值得敬佩的，而且也很有全球視野的，所以他才能，朋友們，1933年把測繪圖畫成這樣，很了不起啊！中國之前沒有人這麼做過。說實話，我來這兒真的看到了，我也想罵那個叫蘇墨的人，真太氣人了，太氣人了。所以說啊，封建迷信還是要不得，大家還是要相信科學。有一说一，有點好笑。之前沒看過我們節目的人，跟大家再科普一下這件事兒。明老師連英文名都是佛道雙修的大師算出來的。不聽，往8點進。好，應縣木塔是我們這個古建之旅的最後一站了，距離大同市大概是50分鐘的車程，然後門票是50塊錢。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3、2、1，你來不來？哎，對，這個得來。山西的古建，我覺得不僅是治好了我們倆的這個在歐洲待的這個審美疲勞啊，最主要的是治好了我們的頸椎病也都治好了。对，因為所有地方都要這麼看。我覺得還可能可以消除一下雙下巴。哎，確實哈。和頸紋。哦。硬在這凹詞，就這樣吧。我們今天去哪呀？昨天沒充電，要不要先去充電？沒問題，這車能開800多個公里，所以續航還是可以的。我們來了大同這2天還沒充過電呢。對啊，續航很久啊。就像大同的歷史一樣持久。今天帶觀眾老爺們和苗老師去一個你要聊大同絕對繞不開的話題，然後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體驗。說，是一個關於大同 underground 的故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個位置呢，就是垂直地面156米深處的井下。哇，這是積水嗎？對，這邊就是地下滲水了，是比較嚴重的哈。
朋友们，我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往前走的啊，它其實是一個真實的礦洞改造的一個景區。我們現在也是 underground 了。但是現在的礦井基本上年輕人還是很少。所以現在咱們現在這7000人的年齡比例是？還是年齡大的會多一些，都是30往上吧。30往上就算年齡大了，我就是30往上。既然要聊大同，有一個無法繞開也無法迴避的關鍵詞：煤炭。煤炭是黃土高原對這個國家最深沉的貢獻。直至今天，由煤炭帶來的火力發電仍然佔據着全國發電量的50%。在清華宮礦山公園，直達地下156米，那裡藏着中國工業時代的底色。煤礦工人在井下有什麼好玩？可以跟我講講嗎？咱們這個工人師傅是什麼？它屬於這個老帶新的一個過程。這個老的礦工的話，他們就會和他們的徒弟會說，在井下的話有3不做，一個是不能打口哨。我還不會。為什麼？因為之前咱們這個礦井的話，我們比較供奉這個太歲爺，他的這個外號叫哨子。如果你這樣去打口哨的話，就相當於在打太歲爺的這個巴掌。然後再一個的話就是不能亂晃這個燈。就咱們拿到這個礦燈，對，你不能亂晃，因為它其實屬於咱們工人師傅之間交流的一個信號。然後再一個的話就是我們不能在礦井下打老鼠。這個老鼠的話，我們工人師傅就說的是他們的好朋友。因為這個老鼠的話，它的這個是它的這個嗅覺是比較靈敏的，因為礦底下的話，咱們知道有這個有害氣體，它們的嗅覺靈敏的話，就會能聞到，它就會跑掉。對，跑掉。那工人師傅察覺到這樣的場景的話，也就會迅速的撤井了。再一個就是看它這個身上的毛髮，因為通過它的毛髮的這個濕潤的程度，我們可以勘測到有沒有透水事故的發生。我聽咱們工人師傅說，井下的老鼠是非常大的。對，都很大，小胳膊這一塊，對，而且還比較胖乎。他們在地下能吃這麼大？他們其實吃的是這個煤炭、石頭這些。老鼠會吃煤炭是嗎？會的。那現在這個黑黑的就是煤了。對，從這兒開始往裡走，咱們就相當於進工作面了。看到的就是從古代到現在我們所有工作的一個地方。最早的話，咱們就是追溯到西漢時期的。然後您看到裡面有掛一個鳥籠，為什麼呢？這個鳥籠在當時的話，其實和咱們現在的瓦斯監測儀是一樣的。他們會在裡面養一隻金絲雀，因為鳥兒對於這個嗅覺是非常靈敏的。當這個夯到呢，就是有一點點這種瓦斯的氣體在的話，它就會撲棱在裡頭亂飛。那工人師傅看見的話，他就會迅速的往出跑了。這一塊的話是咱們明清之後開通夯道以來就有了明確的一個分工，佝偻着背背着一大塊煤炭的，它叫背炭工。這是他們臨時睡覺的地方嗎？不，這個是工作的工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的動作呢？他們叫刨根工，其實就和咱們現在的掘進工差不多。他就是要用手裡的這個手鎬，在這個煤牆的下方掏一個橫槽，裡面的煤氣是完全採空的。他採空之後呢，用那個鏤炭工過來，因為咱們在採的時候，煤牆肯定會有裂縫的，他用這個錘楔去敲擊，這個煤炭就能崩落下來。然後這一塊咱們看到就是解放初期的採煤場景，當時的話主要是用到的是炮採，它就是會在這個煤牆上先去打眼，打2到3排，然後把咱們的炸藥呢裝進去，用這個引爆器呢去把它引爆，我們叫爆破落煤。您看到的這個礦車就是當時運煤出井的一個工具，玩遊戲裡邊都見到過。但是在當時呢，它也沒有電，它是靠工人推着出井，所以工人師傅是把它叫黑牛車的。我們同樣在老礦工魏師傅的口中聽到了這個名字。他在礦井裡工作了40多年，操着一口我們聽不太懂的大同話，幫我們回憶着過去的日子。早以後黑牛車價說3塊錢，毛瓜是來的以後給我造黑牛車，造完就是燒到泡了，地下8個小時燒完燒了以後，背面黑夜就睡完吃完再下，就這麼循環。哎，就那。一個月得幹20多天。那月幹多這個多。還多了多了，幹最後，幹90年代以後，這就也怪掉。這需要80年代些東西，這個最早就過了多些。現在設備比是好多了。然後我們待會兒要進入到的是最現代化的宗採的工作面，也就是咱們一線工人工資最高的一個工種，因為他們的這個位置的話是最危險的一個區域，瓦斯含量最多，煤塵也是最大的，所以可能他們的工資的話和咱們這個煤礦的效益也掛鈎，好一點的礦可能能開到個12000到15000左右吧。地下挖礦的工人他們會有一些常見病吧？會有，塵肺。
還有這個肺是風濕病。好像刘慈欣的爸爸就是肺病走的。对。您看到这金属柱子的话，它叫560型液压支架。就咱們現在工作裡面，它包括使用到的也是這樣的支護的方法了。而且咱們的工人師傅呢，只需要站在這個柱子的中間，操作這個手柄就可以了。所以其實對於他們來說的話，就像放在這個保險櫃裡工作一樣，還是非常安全的。不需要自己在对，不需要了，已经并不需要了。是的。这边墙上的话，它其實有一些字的。我之前還以為是我們帶的這個研學團的學生來這個牆上亂塗亂畫的。對，後來我們去上頭說的時候聊起來了，說這個其實不是，都是當年的工人留下來的。同學什麼的都是礦工子弟。對，都是礦工子弟。對，包括我現在，我有好多同學都在煤礦上班，還在煤礦上班啊。我聽說很多大同人都是就是你們家幾礦的，對，會有這種說法。是的。你知道我小的時候，我姥爺會拉着我。其實那個板車、3輪車去拉煤，但是當年我們拉的是那種蜂窩煤。它不是，咱們這個礦產的是動力煤，用於這個發電。運往這個發電廠，這些電還是供像北京、上海比較多。對。哎，感謝你們。所以說，工人師傅是開採光明的使者。我們這個大同的真實的礦洞體驗的景區啊，中國的唯一一家。然後門票是85塊錢，然後講解的話是5塊錢一個人。对，一人90塊錢。一人90塊錢啊！然後你們記得把來和不來打在公屏上。3、2、1，這個真的要來的。說實話，我今天一度很感動。我也是，我挺哽咽的。從小真的，我們北京沒怎麼停過電，就是其實這些電都是這些工人們挖的，就是挖的煤，然後燒的電。今天我們見到這些礦工們的辛苦，可能1/10都看不到，我覺得。對，所以我們只是感受了一下被美化過的環境。對，這只是一個景區，但還好這些機器都是真的，所以還是覺得挺適合大家真實的下來看一看的。通過昏暗的長長礦道回到地面，地面的光明讓人一時睜不開眼。我知道我們永遠無法真實體會礦工工作的艱辛與不易。對於隱沒在黑暗中的煤炭工人而言，礦井下諸多的規矩與忌諱，都寫滿了對生的渴望。而對於大同乃至整個山西而言，在經歷了長達30-40年的煤炭時代後，終究難以避免地伴隨着能源枯竭的到來，陷入了轉型的困境。以前咱們是有2座1000萬噸智能化礦井，他們就基本上這個年產能達到2000多萬噸。現在的話，要求是不能超過1000多萬噸，有限制了。對，有限制了，因為這個煤炭資源真的是越挖越少了已經。所以咱們現在有很多的礦其實都在面臨着一個關閉。小那會兒都是黃沙滿天的，你像咱們穿那個白襯衣，我就聽我媽說，他們早上穿是白的，等到晚上回去，這個脖子這一塊全都是黃色。那個彩塑上面有好多黑的那些東西，還有那個佛的臉上都會有黑的，那個是煤嗎？就石頭上面直接那個可能是因為當時就是我們這個前面，就是運煤車就是從我們這大佛跟前就走過去啊。就從109國道改到山後頭以後，才運煤車不從這兒走。直接就從這啊，對，就從這個前面這就過去了啊。但有一說一，我這次來大同前，我印象裡感覺都是賈樟柯電影裡邊應該是那種灰不隆咚的那種，但是還挺藍的天。對，這個就是我們得益於我們耿市長，環境治理什麼方方面面把大同直接轉型了。其實從08年開始，慢慢的。大規模的拆遷去做大同的整個城市的轉型，我覺得這一步應該是過了這麼多年看，它一定是對的。現在這個國家不有這個煤為主了，對，有新能源了，有新能源。2000年以後，大同城市建設的相當好，對，门閭搞得不錯嘛，門閭搞得很不錯，很好。耿彦波曾說，大同只有一次機會，也篤信文化才是大同的未來。以深厚的歷史作為切入點的城市復興，從此也讓這片土地告別了灰頭土臉。大同在用他的今天回答，他抓住了這次機會。既見未來，為何不敗？在未來裡，我們能清晰地看見，用傳統能源驅動光和熱的時代，終會無可避免地走到物理的極限。
而今天，在城市的更新之中，用给予古老文明第二次生命的方式为驅动力，那是一片更廣闊的新世界。大同也誕生了一系列非常多、非常棒的文創的一些產品。李老師來看，看，您好，您這東西是賣的嗎？這些這些是我畫的這個畫，完了做的這個就是關於大同的一些那個。所以您這個現在也是賣的？對，這個已經賣光了。哦，賣光了已經。我們想讓大同變成佛曉簻的一座痛城，比較有意思的文化，傳統文化可以從我們這邊得到另外一個方向的宣傳和發展，讓我們可以為大同的文化和歷史去發聲。之前的大同就是那種，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的那種感覺，但是現在來了，感覺完全不一樣。藍天還有這種古建。今天真的天很藍。那你有想過以後如果礦被採完了，你要去做什麼嗎？我嗎？我可能會繼續幹這個旅遊。希望這麼美的城市能夠在今後找到自己的定位，給歲月以文明。三體裡的這句話還是如此動人。這是隨着意識更新，讓文明回到歷史所該有的位置最美好的方式。正如隨着新能源的崛起，科技的轉型也走向了更具想象力的未來。發明了汽車的品牌也在擁抱着變化。奔馳用智能與電動的轉型寫下了全新的一頁。嗨，沒車，我們要跟它並齊哦。就像身處歷史暴風中心的大同，也在歷史的迭代中一次次的主動革新，任由中原與農耕、草原與游牧重新塑造自己的模樣。未來早已到來，而改變就是未來。